内修宫在武术上面，内修宫的功能跟外的功能是在这个地方，它们相互的关系是这个。看不懂？所以很多人说内家拳是什么？为什么叫内？这个大概是我从这2本书啊，其实我没有期望，那本书我很早就看过了，那本书我很多年前就看过，可是当时它不是这个全核定本的，后来我又买一本这个核定本来看，啊，就发现到这个，我开始是看这个啊，没有很懂，没很懂，后来看那个，就增加了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。那他说的就一定对吗？他说的就一定对吗？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对，他说的这个是不是对？宇宙生成这个东西是不是对？但是起码在道家的哲学里面是以这个为依据的，是以这个为依据的，是不是？水生万物，后来凝结成什么？水生万物嘛。那太一生水，一开始宇宙形成，一开始形成的是什么？一开始出现的是什么？在第一个因之后产生的是什么？水。所以我们讲水生万物，有水了才有生命，有水了才有生命。啊，所以以这个来看是这样。那它这个生成的顺序很有趣。我们如果深度的，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理解它，当然很多我们不懂的，因为它这个的观念是非常非常对现代来讲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，因为它这个生成不是单线的，是太一生水，水反腐太一。就一棵树长起来了，生成果，那个果子树叶掉到地上去，它又去滋养那个地，让那个地再生长，由它们混合起来生成天。所以天跟地不是我们以前想的那个观念，他们是同等地位或者同时存在的。不是，是先有天混太一而成地，所以地是什么？地包含了什么？地包含了天的元素跟太一的元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天地之间才会有一个循环，比方以水做循环。我们讲以水做循环的话，水就是天地之间的那个循环之一嘛，循环物之一嘛，是吧？所以地是包含了天跟太一的成分，然后天地相辅。什么叫做天地相辅成神明？天地相辅怎么成神明？就天跟地之间相互交感了，交感有什么东西让他们交感？我们刚才讲嘛，水是一个，雷是一个，雷是电，风是一个，是吧？所以这些东西天地相互交感，这些元素噼里啪啦不知道经过几万年在一起了，它们相互之间运作，相互影响，产生出神灵。所以神灵是什么？神灵包含什么？神灵的元素是什么？就在这句话里面。这样不懂？所以后来他不厌其烦的把这句话又干什么？又反过来讲。他说这边为止以后，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。所以他说岁是湿燥之所生，然后又说湿燥是什么寒热，然后又反过来讲。为什么他讲完了以后他又反过来讲？这不是废话吗？不是，他反过来讲就是告诉你，
其实岁包含什么？寒湿怎么来的？它包含什么？寒热怎么来的？它包含什么？四时怎么来的？它包含什么？所以这里面我们现在跟现在不认，天地相辅成神明嘛，神明相辅成阴阳，神明相辅成阴阳，所以包含了天地元素的风雷雨这些东西元素的神明，他们之间成阴阳嘛，然后他们又成四时，所以每一个里面包含了前面的元素。所以这样子我们在认知什么？我们在认知阴阳的时候，就不是单纯的这个是阴，那个是阳。错了，我有这个观念的时候，你会就知道阴里面有什么，阳里面有什么，它们的形成是哪些元素的组合啊。然后阴阳的变化，阴阳的变化是什么？就是由阳慢慢变，阳慢慢减少到这边阴慢慢增加，而成为春夏秋冬啊。所以当我们认知到，我们知道春夏秋冬是什么啊？以前的农人会比较认知的明确，我们现在的人对这个东西认知的不是很明确，只把它当做一个什么，一个日历上面的时间啊。所以有这个观念以后，我们就会认知到四时是什么。四时它这个旋转当中产生什么，我们都知道嘛，四时它产生的冷跟热。那冷热产生什么？冷热的重要性在哪边？它产生了湿跟燥。所以人生病是从哪来的？从这个来的。这样会懂？这样懂哈？好，先这个样子吧，先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的练习，比方讲，我们从春天开始要开始走那个走那个八拇掌的。我讲过，我们走推掌的时候，在什么？是在建立这个中，是吧？八拇掌的时候，我说八拇掌是什么？是导引术。为什么要有导引？就从外在的动作去改变内在的状态，这个叫做导引。那改变什么？建立什么？啊，这个东西就要去注意了。那我们开始在练的时候，八拇掌是在这个上面的，八拇掌是在这个上面的，心肺肝肾嘛，头背腰腹。我这个是反过来画的，这不是反，我以前是把这个水放在上面的，因为我们以地图观念来讲，北在上面。那这个是以什么为观念？这是以人为观念，人是阳在上，火在上面，阴在下啊，所以这个是以这个为观念来画的，所以是心火放在上面的啊。所以我们开始在练的时候呢，是由外去建立内啊，心肝肺肾，头背腰腹。然后呢，当内建立起来了之后呢，就是由内去建立外。所以我给你们的笔记，或者我师父讲过嘛，八拇掌是什么？内修功跟外修功的关系是什么？八卦拳有外修功，就是单换掌的阶段是属于外修嘛。
双换掌的阶段是属于内修，他们的关系是什么？外修掌它主要是什么？应用在打斗啊、筋骨皮这个方面锻炼。内修是什么？内修是建立起来，内修提供外修的需要，晓得吗？它是能量。你建立这个能量，你丰富这个能量，里面的能量提供你外面的应用所需要的那个能量。内修功在武术上面，内修功的功能跟外的功能是在这个地方，它们相互的关系是这个。看不懂？所以很多人说内家拳是什么？为什么叫内家拳？当然以前没有这么明确的分，我一直我一直不同意这样明确的分哈，因为它都是一个阶段，由外到内。以这个来讲嘛，轮到轴跟轴到轮的那个问题而已嘛。你没有中的时候，中不强的时候，当然要从外去建立内嘛。你内强了以后，就从内来运作外嘛。晓得吗？这是内跟外的关系嘛。所以内家拳是什么？内家拳是走到了什么？走到了内很强的时候，它的内可以去运作外，它由内去运作外的时候，你可以叫它是内家拳。可是内家拳它如果缺乏了你从外去建立它的时候，它就是空的嘛。就你这个车轴，你这个里面车轴，你是用木头做的，还是用铁做的？当然就差很多啊，听不懂？所以在武术里面，内外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关系嘛。所以他说生病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不转了。不能带动它，或者外面不转了，或者转得很困难，伤害了它。这个轮子如果出现凹凸了，出现歪斜了，当然在运转的时候会伤害到这个轴嘛。轴如果不正了，那个运动的时候轮子又摇晃，会伤害到轮子。所以我们做的调整也是根据这个来调整的，因为八卦拳，你练了内修功以后，基本上来讲，八卦拳我师父常讲嘛，你练了八卦拳以后啊，等于是半个中医，半个中医。什么原因？就是你认识到这个了以后，你会用你的动作，你会用你自己的认知来调理你自己的身体。调理什么？调理内外的关系，调理心肺肝肾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另外半个是什么？另外半个就是用药啊、针灸啊，什么这种方法。到现在有没有懂？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为什么要让你们了解这个？就跟你们以后练的方向跟体会跟收获是有莫大的关系的。那你们从现在晓得，你们从现在晓得，如果相信从现在晓得，你就从现在抱着这个观念练。你们比我幸运，因为我当初我不知道这个，我只是练。听不懂？经过练以后，懵懂的，师父传给我的东西，我就练，感觉里面好像有东西，然后好像有东西，可是什么东西？很明确的是，我陆续看了一些东西以后，发现到它最根本的是什么？最根本就是这个东西。这样懂哈？